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哎呀，咱这也从广州回来了哈，国赛也是打完了哈，成绩也是非常的出众啊，反向冠军也是冠军是吧？说实话，本来都不想出这期红发视频了，毕竟确实是有那么些难以启齿。但我转念一琢磨，运气不好不能说构筑不合理是吧？小比赛冠军也没少拿，那也就说明在应对除了国赛这种级别的强度以外，完全的够的了啊。同时呢，也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构筑打法思路，也给还在纠结构筑的朋友带来一些更广阔的想法，万一就有帮助了呢。毕竟构筑内的每张单卡从选择到数量都可以说是我深思熟虑最终得出来的，所以本期呢我也会讲的尽可能详细一些，大家要认真听课哈。先把构筑给大家贴在这里，或者弯在卡牌里面搜国赛64名也能找到。先阐述下我这个构筑的几点主要优势吧。首先就是基本没有很劣势的对局，也没有很依赖的先后手。先跟大家说个我构筑最特殊的点吧，因为当前环境的主要假想敌有两个嘛，一个是蓝明哥，一个是紫路飞，再有就是内战了。内战不考虑，比谁大哥多，所以主要还是考虑外战。这里就讲到目前出场率很高的一张牌，橡皮夜火手枪。先说下我对于这张牌的一个理解哈，我实际体验下来的结果是，能用到这张牌的主要阶段只有三个：一、后手2费回合；二、10费回合之后；三、大马哥的 KO10。而中间的几个回合，对于红发来讲，你是基本没有机会去开这张火拳枪的。4费 Lucky。5费6费耶稣布或者大马艾斯，7费8费雷利贝克曼龙，10费就要开始琢磨是下红发还是这些7费8费了。可能打明哥的时候4费能7000打，然后留2费，但是意图可以说是过于明显了。明哥现在基本也都会防火拳枪了，看你留费我交个6000的，或者女帝给贴个东，都能进行有效的预防。另一种就是10费回合配合雷利，这种就更好防了。我提前贴好东，或者干脆就拿你要杀的蹭你，一脚把你领袖技能和时点都要了。所以我理解里的火拳枪主要还是一张信息差牌，或者是一张逼资源的牌。信息差是因为毕竟老卡嘛，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但是现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基本是都见过了，所以可以说是也没什么信息差了。那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逼对面交资源了。为了防火拳枪，对面会特意去多分出来几个洞给场上的角色，那就会多多少少有些打乱他原本的计划，这也就成了这张牌的主要作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成了一个2费的离子光波，稍微就有些亏了。基于这层的考虑下，我直接留2费，是不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呀？带这张牌的时候，它是个信息差，那我不带是不是也是个信息差呀？这是我没带火拳枪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火拳枪先手实在是有些不好用，3费回合我更愿意去前置一个本香或者咯噔，在黑色少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用。9费回合你也会更希望上的是一个8费角色，相当于前5个回合这张卡基本都用不了了。在这类前提下，很多明哥会更愿意去抢红发的后手，因为后手不但能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容错，还能把你给卡了。那么在蓝明哥大概率让你先打紫路飞有优先抢先的双重前提下，于是我便有了这套先手特化红发的构筑思路了。这套构筑的一个核心 combo 就是5费的耶稣布接7费的白胡子，基本上可以说明哥全家加紫路飞的2张核心6000都在斩杀范围内了。你要是3费本香5费耶稣布7费白胡子9费雷利10费之后再拍个红发，再胡的蓝明哥紫路飞也打不过你，直接一套丝滑的暗费拍挂就能送走80%的卡组了。当然这套小连招里最关键的2个点还是7费的胡子和9费的雷利。5费只要不是空过是什么都能接受，而7胡子和8雷利很遗憾的不吃检索，这也是放弃乌塔的主要原因。最关键的找不到，只能期待1B02，除了万能检索之后，这类 box 卡组才能有质的飞跃了。说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会问了，7胡子和8雷利这么关键，为啥都带4呢？这里有这么几点原因。一，8费的龙不能放弃，龙在很多对局中都还是有比较不可替代性的，比如艾尼路，比如黄黑路飞，打黑胡子也很关键，所以挤出来2个位置给他。二，整套卡组没编的东西太多了，在蓝明哥盛行的环境里，编盾的数量还是非常关键的。我现在整套牌一共32张边，我都觉得有点少了，所以如果要减，只能减没边的牌的数量了。三，起手将7胡子作为主要调度目标，也能缓解数量少的问题，并且因为有贝克曼，也可以简单代替下胡子和雷利。虽然从长盘角度上来讲，肯定是不如他俩，但是作为应急手段，可以说是完全够用了。这3点是我的主要思考点，具体数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环境和习惯去进行调整。甚至还是喜欢后手特化一些的，不带7胡子，带上火拳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符合自己的习惯最重要。接下来聊下 Lucky 鲁，现在有很多构筑已经不带 Lucky 了，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明哥的弹4罗，但是经过我的实际测试体验
Lucky 在面对黑胡子和紫路飞时都有着相当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多次被紫路飞抢到先手的情况下，都是通过复数的 Lucky 稳住场面和血量，最终拿下的。可以说，除了在面对蓝明哥时没那么好用，打其他领袖都还挺厉害的，并且只要不是面对明哥，先手5费时出个 Lucky 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放弃，需要投入的。大马和艾斯就是为了打黑色或者安妮路赖场，一共只下了5个，是因为当时我所在的环境里，黑色和黄色确实不是很多。不过在陆奇又一次夺冠之后，保不齐环境里的黑色又会重新多起来，那时就需要多去提高一些大马和艾斯的数量了。关于艾斯和大马的投入量的问题，从实用价值上来讲，我觉得大马优于艾斯。当前环境，大马可以采掉的东西还挺多的。明哥的黑胡子，紫路飞的小冯、娜美，黑胡子的毒 Q， 内战采前置的本香，我甚至还投入2个戈登，打紫路飞前置个戈登就可以在5费时配合大马解掉他的基德或者山五郎，基本打出来这一刻，紫路飞就要崩盘了。所以我是大马3，艾斯2，因为我确实觉得艾斯不是那么厉害，尤其是在面对陆奇时，因为陆奇现在基本都会拉满3费布鲁克，如果前面站住了一个布鲁克，那么陆奇大概率是能做到 K 2次把你艾斯解了的。究其原因是艾斯是置换效果，他是不离场，所以也就不会刷新身上的 debuff， 但是大马哥因为是离场后再回来，走之前1费，回来就是5费了。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会问了，马哥回来不是要消耗事件吗？艾斯啥也不用啊，并且你这套事件总共就3张，大马不是很容易回不来。单论赖场能力，那还是艾斯要优质那么一些，但是艾斯一个是只防效果离场，踢他还是要很多手牌去保，然后是如果对手决定解艾斯了，一定是做好了连解2次的准备，但是如果要去解大马，一般其实都是在赌对手手里没有事件，所以很多时候真不一定敢解。尤其像黑胡子，如果不是按学到，90%以上的情况是不敢解大马的。不过艾斯能防重力刀这点确实比大马厉害点，其他的东西就比较常规了，12个2000边，小玉和本香不能替，莱姆朱斯可以换1张2张到2费的山治，5费的雷利在这个环境相当厉害，也是必须要投入的，可以 Lucky 3雷利4，也可以雷利3 Lucky 4都行。我是因为更想针对紫路飞，所以 Lucky 带的比较多。单挂罗杰就是万一用出来了呢，3个0费3000反是因为没边东西太多了。说下离子光波、毛皮强化这些要费的反击事件的问题，之前我跟小伙伴聊的时候，他问过我一个问题，对面明哥有3、4个场面的时候，你敢下红发吗？他的本意是想让我说不敢下，然后他说所以就可以下个雷利空场，然后留个2费开事件。结果我的回答是我敢呀。他要说的话一下就被噎住了。我想表达的是啥意思呢？反击事件确实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容错和更多的可能性，但是我的打法习惯就是狗到10费开始拍大哥，手里只要有红发，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上红发，所以经常会把反击事件卡在手里。因此我对于反击事件的理解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红发一定上红发这种呢，你就可以不投入，但是如果你倾向于用雷利去打防守反击，那就可以投入。最后聊聊乌塔的这个问题，我事后想了想，我这个打法风格其实是应该带回乌塔检索的，虽然我倾向于打5-7节奏压场，但是其实5费7费都压耶稣布，9费哪怕只是个贝克曼也都是可以接受的节奏，同时也比较能增加10红发的上手率，不会那么容易出现断大哥的情况。反思过后也就有了反思之后的构筑长这个样子，思路其实也还差不多，但是稳定性上应该会比之前有一定的提升，至少应该不会0杠5了。构筑就聊这么多，因为红发可以投入的单卡其实都差不多，找到符合自己打法习惯的思路更重要。接下来分享下我对于各个领袖的一个打法思路。先说蓝明哥，首先是我之前提到过，因为会有很多蓝明哥打红发抢后手，所以我这套做的是先手特化构筑，标准思路就是3费本香、5费耶稣布、7费白胡子、9费雷利，然后一直拍红发就可以了。前期手牌数量控制在5到6张，防洗手不临。如果他8费回合打完，你还能有3手以上2滴血，这把你可以说大概率拿下了，因为从那之后他就再也不会有场面，也很难打得进来了，属于对接思路非常明确的对局。当然如果被抢了先，那就祈祷对方卡手就好了。接下来是紫路飞，因为是先手特化，所以正常情况下打紫路飞也一定是抢先手的，先手一样还是5-7节奏比较重要，这点没什么特殊的。后手的话就去找复数的 Lucky 鲁，甚至4费6费都上 Lucky 也是可以接受的情况。打紫路飞的核心要点就是挡小吃大，前期的小公屏能挡就挡，为之后的大公屏争取更多的轮次，只要拖到10费开始连拍10红发，那这把基本就是稳定拿下了。总的来说，打紫路飞的核心思路就是拉扯，10费前不要掉太多的血，如果能拿先手肯定是拿先手，但是没拿到后手也不会特别吃力。不过后手是基本应对不了紫路飞连续2波的7+5的，
但是先手是完全可以应对的，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抢先。面对黑色时打陆棋的话，先后其实都行，不过总的来说后手舒服一些。但是打烟鬼则是无脑抢后。打陆棋的时候 Lucky 鲁和大马哥会特别关键，因为陆棋现在基本不带6费布鲁克，所以这两个会比较难处理。打烟鬼的话5费艾斯会更加重要，因为烟鬼如果没有前置3费布鲁克的话，90%以上的情况是处理不了艾斯的。然后就是打这两个领袖时，铺场思路也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打陆棋的时候，你上2个5不如上1个10，打烟鬼则正好反过来，因为陆棋的单解能力其实是不如烟鬼的，烟鬼反而会比较喜欢他的对手在前期他的资源比较充足的时候就把大哥拍上来，陆棋则是没有了岛之后很容易解不动连续的大怪，所以大家记住这点就可以，也就知道怎么应对这两个领袖了。打艾尼路的话，首先是无脑抢后，但是如果先了，除了暗费拍怪的东西要有，龙的上手也会比较重要，因为你会很需要在9费时给他比较大的手牌和血量压力，这样在10费之后，你才能有比较大的机会让他每回合都是零血。零血就意味着他必须要每回合去奶血，而不是去处理你的场面。这样你第一个红发的存活率就会大大提升。只要你第一个红发站住了，你就有机会站第2个、第3个，这局就比较有机会了。不过这么打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弊端，就是他血里不能有0费3000，出一张你就基本前功尽弃了。但是本身红发打艾尼路就是比较难打的对局，你先手了不这么打可以说是更没机会。后手的话则正好相反，你可以打到他零血就不打了，因为你是先落10费，他场面注定是没你大的，并且就算雷赢他也要撕自己一血，你场上留好3个公品配合龙，下轮也能找他要很多的手牌，然后他就会进入每回合被迫奶血处理不了场面的循环当中了，大哥存活率可以说是提高了不少。稍微讲2句黑胡子，毕竟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打黑胡子了。说实话，失去了索隆之后确实没那么好打黑胡子了，前期给的压力肯定是比原来小了很多，不过思路策略还是没啥大变化，无脑抢后，然后多铺频率，后手可以强血打，先手如果手牌不好的话可以养着打，实在不行还能跟他比是你胡子多还是我红发多。龙也是这个对局比较关键的牌，先后都可以无脑找，当然啊，主要还是可以赌一下你的对手犯错，毕竟黑胡子这个领袖就容易犯错。最后说黄黑路飞，因为黄黑路飞是最没什么可讲的，抢后养着打，然后安费拍怪，什么大上什么，前期能保血就保血就完事儿了，毕竟他如果是先手再稍微卡一点就不那么好打你了。当然如果你打的时候发现你对手的黄黑前期也不碰你，没事还总问你几手，脸上还总是有着不怀好意的笑容，最关键的 ID 叫美娟，那你必须在8费前把它踢空，否则他8费腾虎10费9凯，你原地投降就可以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最后简单总结一下红发的优势和劣势，优势就是打法相对简单且固定，稳定性比较强，基本没有绝对劣势的对局。缺点就是右手卡组，对局在线率低，一场游戏卡组得有3张牌跟你没什么关系，玩起来比较无聊。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思维比较活跃，打法比较多变的人，红发注定不适合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一样比较沉稳内向的帅哥啊，那红发值得你拥有。好了，本期0-5卡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路，之后都能5-0。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